我的身体开始经历史无前例的大崩盘。嗨，我是维若妮，相信大家都知道，运动这件事情对我们的身体百利无一害。小时候的我就思考着，到底做什么事情能够让当时正在发育的我，未来可以长成一个身材线条还不错的样貌。所以游泳理所当然成为我人生的第一个运动，也在我20岁之前的日子陪了我很多时间。由于爱漂亮的天性，再加上后天数十年时尚产业工作的职业病使然，不容许自己变成多数人口中的代谢变慢、身材走样、力不从心。No， 那不会发生在我身上。但我承认，运动这件事情的确需要某些程度的自我要求以及自律。人的天性本来就懒惰，包括我自己，能不动就不要动。20岁到30岁出国念书，到后来刚踏入职场的这10年，我没有运动。不过30岁起，我开始练瑜伽，因为当年听人说，你在什么年纪开始练瑜伽，持之以恒，未来你的身材就会保持停留在那个年纪。所以瑜伽就变成我人生里面第2个重要的运动。而很长的一个阶段，我的身体跟心灵的确从瑜伽当中获得极大的满足。瑜伽这个东西对我来说，它并没有让我变瘦，但的确它可以让我的身材集中，肌肉紧实，然后身心畅通。运动之于我是很重要的信仰，身体不可或缺的养分来源。不过人生好像真的没有永远这个东西。在我迷恋游泳的时候，我没有任何时间怀疑过，我会停止游泳有一天。同样的，在我热衷瑜伽的时候，我几乎很难想象自己没有瑜伽的日子。2020年回台湾之后，就爆发了新冠疫情。与此同时，当时的我也正被人生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围绕着所有层面。运动这件事情就默默的被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，从必要的to do名单中拉出了名单之外。直到半年前，去年年底开始，运动这个老朋友更是被我踢出水消云外。这是我之前从来不曾也无法想象的，也因为如此，我的身体开始经历史无前例的大崩盘。免疫系统失调，恢复力差，就是一旦感冒上，就花了好几个月都没有办法完全恢复。更别说最糟糕的就是身材走样，一个字，松。我想许多看到这里还没有转台的朋友，肯定这个时候一定在翻白眼，想说你根本没什么肉，就算松了点，那又如何？的确，身材走样、松了点，对一个本身就不是胖子的人来说，的确是可以用打扮穿着就很容易掩饰带过。但我自己知道啊，就你知道那种过了大半辈子，你的身体是一个立正状态，突然变成少吸状态，你自己看到也受不了吧？坦白说，搞到后来我已经分不清楚，到底是因为我一直病，所以我不想运动，又或者是因为我没有运动，所以一直病。身边没有运动，身体也没啥状况的朋友大有人在，但为何我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，甚至是雪崩式下降的情况？后来想想，我得到一个结论：心理影响生理。或许我的身体在跟我抗议，我把多年支撑我身心
状态的好朋友一脚踢开，也或许是一个身体在加速老化跟代谢能力变差的一个假装。我的结论是，不运动这件事情或许不会立马要了你的命，但对于年过40、处于高压社会的你我，不运动这件事情绝对是一个沉默杀手，却被很多人用不同的借口忽略、置之不理。不知不觉，自己居然讲了这么多废话。我想9成9的人早就转台飘走了。我正在努力的让我的好朋友回到我的身边，维持良好的紧密度合作关系。祝我成功。